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建绍。台军拿什么来抵抗解放军？台湾的退役将军说了实话，我们不妨听一听。据海峡导报报道，台湾地区的退役将军帅化民近日在台湾电视节目上表示，台军不可能与解放军发生街头巷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双方是内战，没有深仇大恨。他强调，台湾地区的陆军已经空了。他的战车都是老爷爷辈儿的东西，台湾地区的海军面对人民解放军也根本不能打，只有空军和防空飞弹最强。如果这一波挡不住，那就彻底完了。帅化民是前国军中将，黄埔27，在台湾的军事专家中算是最权威的。帅化民认为，台军的陆军和海军基本上没有用，只有空军和防空导弹部队才是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这是不是在给解放军提醒呢？我想不用提醒，他的空军以及防空导弹部队早就在我们打击的规划之中，只不过现在没有动手。因为未来的作战规划，我们早有相关的方案。对台作战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快速的消灭台湾地区的空军和防空部队。对付台湾地区空军，特别是他的战斗机，相对来讲比较好办，摧毁机场和它洞库就可以了。而且我们打机场、打洞库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台湾地区呢现在建成了全球密度第2的防空火力网，应该说威胁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是怎么形成的呢？台湾这些年购买了大量的美军的军火，其中有许多都是各种各样不同的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当然，台湾地区呢自己也开发了一些防空导弹，而有些导弹阵地是可以移动的，因此呢必须实时的对它进行精确定位。但是不管它把这个防空的密度搞到多大，但就有一些问题它依然是没法解决的。比如说台军的中远程防空火力的部署位置相对比较固定，因为他们个头比较大，移动起来呢不方便，而且移动的过程也很容易被侦察和监视。因此呢，动用防空区外的精确制导弹和地对地导弹就能把它们消灭。第二呢，台湾地区的防空指挥网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密的，而且它的位置相对也比较固定，容易被击毁。怎么击毁？用硬杀伤、软杀伤的手段都能达到目的。那么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它的使用必须依赖情报信息。那么它的情报信息来自何处？主要靠雷达，是吧？警戒雷达、制导雷达等等。那么这些雷达站有的是固定的，有的是可以移动的，但是移动能力也很差。只要采用各种各样机载的或者是地对地的反辐射导弹，就能够迅速的将其摧毁。那么一旦这些雷达被摧毁了，那么它的防空武器系统基本上就变成了瞎子。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采用大量的无人机来执行制空反导任务。这个反导指的是反它的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台湾地区的军队呢，配备了一些轻型的肩射式的防空导弹。那么几个士兵背着这么一个家伙到处跑，确实是不太容易找到它的所在。但是你派出无人机，携带的空对地导弹，是吧，就能够实时的监控大面积的区域。那么这些到处活动的单兵就有可能会发现，一旦发现它对我军构成威胁，就可以通过无人机发射精确制导弹道将其消灭。对于解放军来说，破解台军难以移动的防空系统不难，难的是它一些机动部署的时隐时现的目标。显然，使用无人机、巡飞弹对其进行不间断的压制，再结合心理战，
就有可能取得最大限度的效果，从而呢避免损失。那么总结帅化民的言论，我们可以发现，台军目前真正能够对解放军构成威胁的，可能就是那些小型的反坦克导弹、单兵防空导弹等轻型的火力武器系统。但是这些武器系统根本就无法改变大局。虽然它仍可能会对我军的统一台湾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只要我们采取相应的军事手段进行对应，就完全可以将其残余的力量消灭，从而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好，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